34年，13个系列，24种机型，中国所有的战斗机我都飞过。接到央视开讲了这个栏目邀请以后呢，我说不去行不行？后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女儿，说有开讲了，那个你知道不知道？啊，这是，哎呀，就那样。那么在我女儿的鼓励下呢，我还是决定去了。我第一次仔细梳理了一下我的试飞生涯，才发现我作为试飞员的最后几次科研试飞，是在去年年底歼十 B 飞机上完成的。当时确实没想到是最后一次飞。今天呢，我特意来到这里，向我的老朋友歼十 B 飞机说一声，我想应该正式跟他告个别。我不能再驾驶你飞上蓝天了。歼十飞机啊，跟我感情很深，因为我从歼十起家，才引领我到了歼20。开讲了加人民空军，本期演讲者李刚。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此刻我所在的地方是人民空军航空兵蓝军分队的发源地，也是人民空军战训精英的摇篮。在11大阅兵刚过不久，我们有幸再次走进军营，策划开讲了加人民空军特别节目，就是为了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之际，再次带领各位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这些蓝天卫士的风采。在我的身后，很多人立刻认出来，歼20，无数人心目当中最神秘、最帅气，同时也是代表着人民空军今天发展的高度的一款机型。而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随着他在中国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把歼20飞上蓝天，也就开启了人民空军的隐身时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有请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有请。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各位请坐。哎呀，其实别说您的战友们了，就是所有的但凡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有所了解的人，只要一提起您的名字，都是打内心里钦佩和羡慕。是不是过了？你们知道我吗？歼20第一个开上天的，别说是中国，全世界您是第一个。谢谢。这个您作为试飞员，歼20只是您试飞过的其中一种机型。是的。据说您开过目前空军的所有的战斗机型。对的，是的。当时我当试飞员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动力之一，就是要飞新飞机、飞好飞机。我们来了以后呢，其实正好赶上了我们
国家航空武器装备飞速发展的年代。你看我2000年当的试飞员，我02年就改的飞豹，然后呢03年改的歼10，然后陆续的歼11，然后歼15，歼16、歼20，我亲身体会到了我们飞机一代一代的往前走。这个是每天都飞不同的飞机，飞新飞机，都是新飞机。您开这个第4代战机，它跟第3代最大的不同点会在哪里？最大的就是隐身，这个第4代战机呢，根本上就是一个隐身。这个隐身很重要，就是以后再也没有那一种不隐身的战斗机了。对，因为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其他的战机就等于暴露在你的视线之下。对，这么跟你们讲吧，就以前我们没有歼20的时候啊，周边的对手们他都有比我们厉害的多的武器。我们现在有了以后，我们就差不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歼20对于人民空军来讲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中国的战斗机研制已经进入到了最先进的隐身战机的时代。所以今天这个讲台留给您，这么多年轻的空军的战友们，还有这么多的观众，都期待着能从您这里分享到关于试飞员的更多精彩的故事。好的，我们把讲台留给您。好的，请您为我们开讲。大家好，我是空军试飞员李刚，主要从事战斗机的试飞工作。那么让我开讲呢，首先要说歼20，为什么呢？因为在2011年的1月11号，是我将歼20第一次飞上了祖国的蓝天。我们当时呢是看到地上都铺满了红地毯，插满了彩旗，从塔台到停机坪，全都站满了人。最有意思的是，机场周围的树上都站满了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军迷，拿着长枪短炮，就等着拍摄歼20升空的这一历史时刻。12点30分，我在大队政委的陪同下，就来到了飞机房，从机务手中拿过了放飞单。当我在试飞科目一栏中郑重写下“首飞”这2个字的时候，说实话啊，心里边还扑腾扑腾扑腾在跳，就有点紧张，还是有点紧张。在12点48分，耳机里边传来我们指挥员沉稳冷静的声音：“拐不拐？可以起飞。”油门马上加满，伴随着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我就感觉到我的心和飞机那种跃跃欲试的这种冲动，其实早就急不可待了。准备了1年多，这一刻终于来了。飞机的离路就很平稳非常的平稳。到空中，我对飞机进行了一些测试。令我惊奇地发现，这个飞机响应非常快，很灵敏。我就喜欢快的，因为战斗机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稳准快，这样你才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刺刀。历经了18分钟，我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跑道上，滑到主席台侧方，我庄重行礼。这一刻是2011年1月11日下午的1点11分。也就是后来我们广为传颂的8个1。打开座舱盖，地面欢声雷动，呐喊声此起彼伏。通往主席台的路上全是我们的设计人员，每个人都在笑，充满着幸福的笑。这一刻，他们才真正释放掉了首飞前那种巨大的压力，尽情地享受我们首飞成功后的喜悦。很多人问我说，当时首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感觉非常好，就爽，就是时间太短，还没有飞过瘾。18分钟，带着起落架，我还想转几个圈呢，没转成。首飞呢，对于一个型号来讲很重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一刻起，标志着这个飞机将真正进入到了飞行测试。真正严峻的考核还在后面。我们对歼20考核很严格，我们很多考核在中国都是第一次。随着飞行试验的不断深入，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试飞员加入到我们歼20的试验团队。我们进行了几千架次的测试，完成了一系列的重大任务，最终呢
经过6年多的时间，我们歼-20光荣参军，本事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航空武器装备里边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小开划重点啦！今天的重点当然是歼-20战机了。歼-20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其实，一架飞机交付空军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中间需要试飞好几千架次。2011年首飞歼-20验证机，2014年首飞原型机，2017年交付空军部队。歼-20战机历16年，正式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它的横空出世，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研制已经进入到了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行列。那么，隐身战斗机是如何隐身的呢？其实，隐身并非是指肉眼看不见，而是利用各种技术减弱雷达反射波、红外辐射等特征信息，使敌方探测系统不易发现。作为隐身战斗机，歼-20的机身经过特殊的外形结构设计，以及使用特殊的吸波涂料，使得歼-20在触碰到雷达波之后，不会将雷达波大面积的反射回来。当雷达波反射回来的量不能达到雷达探测飞机所必须接受到的量的时候，雷达自然就探测不到啦。一提起试飞员，很多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第一个印象，神秘、帅、酷啊！现在我站在这儿，你们还有这种感觉吗？有。帅呢？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他一进入螺旋，我就感觉到这个飞机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我说改处，改处的一瞬间，飞机突然进入到一种意想不到的一种状态，快速的滚转，1秒多钟就滚一圈。我想1秒多钟滚一圈，你们一辈子也没有滚过这一圈，很快。歼-10这么快的飞机，它滚一圈的话，也得需要2秒半左右。大的负过载超过了负3.5个级。这个飞机的强度限制就是负3.0个级，已经超出强度限制。我们背带被绑得特别紧，感到这个往外甩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大。我飞螺旋已经飞了几百次、上千次了，这种事儿第一次碰上，刚开始就是有点发懵。随即我就意识到可能是驾驶杆的位置靠前造成的，我马上把加勒杆拉了回来，飞机立刻就停止了滚转，瞬间由一匹脱缰的野马变为了小绵羊。这一感非常美妙啊，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就爽。这种感觉的话，没有亲身体会，你是确实体会不到。到现在啊，我一个是得意，另外一个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偷着笑，我感觉到很好。提起试飞员，第二个感觉就是很危险，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危险这个词儿我从来都不喜欢，我更喜欢用挑战性来形容我这个职业，因为危险呢感觉到有点害怕的意思，挑战性我觉得就不一样，它有股迎接面对。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试飞员天天能应对这么大的挑战，啊，那谁也受不了啊。小挑战经常有，飞机啊有很多系统也很复杂，每个系统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呢还达不到那种惊心动魄的那种程度，
但是足够可以让你心烦意乱。我们试验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复迭代一个过程。等这个飞机啥毛病也没有了，你试飞就结束了。有位首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试飞员是科学的探险家，是飞行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飞行的先行者。试飞员呢，他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他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因为他做实验嘛。那么需要他不畏艰险，坚定前行，更需要他在前行的过程中像猎人一样警惕地关注四周，一旦出现豺狼虎豹，要毫不犹豫地举起猎枪，消灭它。2018年11月6号，我的战友驾驶歼十 B 飞机，在珠海航展上精彩亮相，眼镜蛇落叶飘，轰动全国，震惊世界。但是在巨大的成功背后，是我们将近1年的时间，近100架次的飞行试验，近1000个试飞动作。这个试验在我和我的战友以往的试飞生涯中，是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试验里面非常容易发生发动机停止。这个实验呢，他把发动机最不喜欢的4个事儿给放在了一块儿：大功率工作、大迎角、大侧滑、小速度。稍等一下，我把飞机拿过来，这个挺大的。发动机在大功率工作的情况下呢，它需要很大的进气量。那么这个气呢，这个叫进气道，它要从进气道进到发动机里面。大迎角像眼镜蛇这样飞啊，这个气流是这样吹，它就不能很好的进到进气道里面。大侧滑呢是这样飞，包括小速度，这几个都是发动机大功率工作的敌人，不能提供很好的进气量，所以就很容易造成发动机停车，飞机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自由运动状态，它可能是快速的滚转，也可能剧烈的俯仰摆动，很剧烈。试飞员在座舱里边能不能保持清醒，都是个未知数。怎么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试飞员就是干的这个事儿，也必须得有这个胆儿。当然，我们呢也并不是傻大胆，我们是科学的探险家。我的战友在天上飞，我得下边去监控指挥，时刻关注他的各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在实验中，我们步步为营，循序渐进，逐渐地逼近我的实验目标。非常非常幸运的是，发动机在整个试验里边工作都非常稳定，老虎没有出来，我们最终是顺利安全地完成了实验。说实话，这个结果我都没有料到。我们每次做实验都是抱着最坏的想法去的，试验越到后面越危险。当我的战友完成了最危险的个动作以后，监控大厅几十个监控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我把无线电打开，我说：“听听，我们都给你鼓掌呢。”听到了，谢谢。话音刚落，他又把那个最危险的动作又重复做了一遍。如果你们有人到珠海航展或者看过去年珠海航展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激情四射的试飞员，他正在享受创造历史的过程。其实每个试飞员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故事。他们有的时候是面对一个阴森森的山洞，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面对突然出现的豺狼虎豹，有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深陷泥潭。我的2个年轻的战友驾驶某型飞机进行试飞的时候，飞机突然解体，2人血洒长空，壮烈牺牲。事故发生以后呢，飞机没有查到原因。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没问题，你解什么题呀？你怎么会解体？肯定有我们没有认识的原因在里面。查。我和我的战友
把数据下载下来，关到屋子里边，没日没夜的看数据，分析问题，提了很多种可能性，都被无情的给删了回来。那段时间我们都快崩溃了。到最后，突然间有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我们找到了问题，而且得到了验证。最后呢，有2种声音，说这个是个性的还是共性的？地面里是没法验证的，我们要到空中去验证，也就是重新把这架飞机飞到它们解体的高度和速度上，高度300到400米，速度接近1200公里每小时，非常大。然后在这个速度点上、高度点上，去模仿试飞员解体时的操作动作。谁去？我们去。我和我的战友，中国最优秀的试飞员，我们俩去。我们完成了实验，拿回了数据，证明了是一个共性问题，几百架飞机都在争开。从这个故事里边，我觉得能体会到什么叫责任。一名优秀的试飞员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我们试飞员肩上承载的，是成千上万人几年甚至10几年的心血，肩上承载的是我们国家斥巨资研发的航空武器装备，承载的是可能影响到我们国家战略方向的重大实验项目，不能出半点差错。另外，我们的身后是作战部队，作战部队是干什么呢？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拼刺刀的战士，他们手中的武器都要经过我们的试飞，把真正合格、好用、管用的航空武器装备交到部队手中，是我们试飞员最根本的责任。我当兵35年，飞行34年，试飞员呢整整20个年头。现在呢，由于年龄、身体的原因，已经转入了地面工作。但是我想呢，这绝不是我试飞生涯的尽头，我要用更加精彩的故事来续写我的人生。建设世界一流空军，需要我们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知行合一。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谢谢大家。谢谢您，李老师。谢谢各位，请坐。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讲得太好了，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您的整个开讲，尽管讲述的是那么惊心动魄的事儿，但是从您嘴里说出来都是闲庭信步的感觉，对吧？就当中有一些表述，我还做了笔记。你看那一杆推上去，非常美妙。妙不可言，但是大家仔细再想想，他讲的那一杆是在一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叫螺旋，对，它是一种快速的滚转，快速滚转，1秒钟一圈。对，你当时立刻判断说是那个飞行员的位置靠前了，就是推杆靠前了。哦，我马上把它拉了回来，然后立刻就改出了。哎呀，很快，这种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柳暗花明又一村。对，就是这感觉。对，然后紧接着说，那就只有用一个字，爽，其实很爽。谁能想象得到，那是2个刚刚经历过生死瞬间，但是在我们的李刚老师嘴里形容是这样一种感受，妙不可言，爽。但是我们知道，去年，您的试飞员的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是的，您离开了试飞员这个岗位。对。1年之后，再次回到这么熟悉的场景当中，停机坪，然后又再一次坐进这个歼20的驾驶舱，什么感受？激动。亲切啊，因为太熟悉了。这个飞机我整整飞了7年的时间，天天和他在一起，就像见到一个老朋友一样。是的。
您的开讲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央视网进行了图文直播，很多的网友通过网络给您提出了问题。我们先来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有一个问题很好玩，他喊您刚哥，刚哥，您跟您的战机彻夜长谈过吗？好吓人！大半夜的巡逻的战士一看，刚哥正搂着战机聊天呢。我相信它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是您曾经有过内心里跟战机对话的时刻吗？经常有，就设计飞机的这种 HOTAS 系统的时候，HOTAS 就是它这个打游戏嘛，打游戏它这个驾驶杆和油门杆上有很多开关，每一个开关都对应一个功能，它主要是操纵武器，还有它的画面。你改一个功能，其他的功能都要变，因为都是对它都是一个萝卜那一个坑，改这个东西就很难，晚上睡不着觉就要想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很奇怪哈，想着想着，哎，突然间有灵感了，把手机就拿出来，哇，这就说一通，第二天听不懂。是因为半夜的时候，您可能拿出手机的时候，整个人还是处在一个懵的，实际上是一个半清醒半睡眠的状态，但是您的大脑就是休息不了。对，就是好像是获得了一个灵感，说这个可能可以。其实说完了以后，第二天自己都听不懂。但有没有真的是半夜这种灵感最后实现了呢？没有。基本上就有一个灵感以后啊，然后就跟设计师一块去讨论，最后他不断跟你提出反对意见，一看哦投降了，说不行，绝对不行，这还没有以前的好，就这样。行了，告诉设计师们，以后再收到李刚老师半夜发的微信，可以不听。好，接下来现场观众用小纸条给您写的问题。李刚老师您好，我很好奇，歼20的首飞试飞员为什么会选您呢？问完之后，他觉得还不过瘾，又加了俩字儿：为什么偏偏会选您呢？我觉得不是我长得帅吗？这种自信。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对。歼20首飞呢是一个组织上的行为，确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我，确实不知道。但是确实是我，像我这种身材的人，天生抗过载能力就很好。脖子短嘛，个儿小嘛，是吧？这个心脏离这个脑部的距离也比较多。有很多人飞不过我，包括滚转。我现在是老了，那时候我前段时间带学生的时候，6、7个 G， 我还跟他们说话呢。我说，哎，你这个动作应该这样做啊。后边学员已经晕。对他们已经还都已经这样了。后边学员已经两眼发黑晕过去了。是啊，这还聊着天呢。对，然后我下来我说你们不是很厉害吗？我说我还被动，我在后舱坐着，你们在做，你天天压着我。最后我还能轻松的跟你们说话，你那样都不行了，所以说我这天生就是厉害，当试飞员的料。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青年代表，谁先来？来，小蔡老师好，李刚老师好，我是石慧，我今天呢其实是来追星的。你们都不好奇我追谁吗？那就咱俩了，还能有谁？肯定追小蔡。不是我就是李老师呗。我追的其实是现在场上最帅的一位，是您2位背后的歼20战机。互相安慰一下，安慰一下。为什么你会把歼20战机当成明星一样追到这儿来了？是这样的，我是从2016年咱们歼20战机第一次在珠海亮相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现场对歼20战机进行航空拍摄。前一天晚上凌晨3点就已经到达了拍摄地点，第二天早上10点15分，2架歼20战机就从跑道那边过来了。我们的拍摄现场特别的轰动，然后快门声完全就没有停止过。当时2架战机飞的时间是2分钟不到，大家拍的完全不过瘾。这2架飞机飞完了之后，大家全部都自发的唱起了国歌，然后大家觉得特别的自豪。那一刻，我今天还是特别难忘的，所以我今天就终于追到了我的心歼20战机。所以这应该是你离他最近的一次。对，真的是最近的一次。哪个好看？天上好看，地上好看，都好看。您和他站到一块儿更好看。哎呀，
这是2018年的珠海航展，我拍到了咱们2架歼20，挺好的。这个照片是我想送给李刚老师的。好，谢谢。我看看，我看看。哎，很好看。我的所有的空闲时间基本上就拿来追飞机了，虽然比较累，但是就是这毕竟是我坚持下来的事情，这么多年了。然后我就想知道的是，李刚老师，您作为试飞员的话，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歼20上面的一些改进，是因为您的坚持而得以完成的呢？哎呦，那太多了。挑一个您最得意的。是这样，试飞员跟设计师啊，他俩是一体的。就是试飞员在不断的和设计师在讨论问题，天天在一起。我们就是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就像刚才您说的，里边甚至有一些按钮的位置，实际上最后是根据你们的意见定的。但是还有一些软件，比如说这个字儿的大小、颜色，啊，还有你这个触摸这个开关应该出什么画面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参与设计。包括你的导弹准备，雷达搜索，这些符号怎么显示，怎么能最快捷把敌机锁定，把导弹发射出去，这都一连串的，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战机啊，其实也相当于根据你们的意见不断去最后打磨出来。对，我们把飞机设计好了以后，生产好了以后，要交给作战部队，就到这儿。他还有一些改进意见，他还要给设计师反馈。反馈以后，设计师还要去改，改完了以后还需要我们试飞员去试，我们就是干这个工作的。谢谢李刚老师的分享，谢谢你。不客气。对不起，稍等一下，怎么了？歼20要降落呢。哦，要降落了，好。啊，降落了。难怪刚才驱鸟呢。啊，是，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真的是啊，看着还是很好看的。你看减速的时候，他把那个压翼张开了，你看啊，就张开。他这都得靠那个后面2个伞来减速哈。对，他要不自己。他刹车也能刹，但是太重，他这个要转换成热量嘛。哎，我们运气太好了，还真是赶上了这个，能看到歼20飞，太有意思了，始终不断的在接受新的信息和学习。来，下一位。社长好，小曹老师好。我就是我们空军的一名飞行员。我先问萨老师一个问题吧，从我的飞行服，您猜我是飞的哪种机型？不要有任何人提醒我，不要有任何人提醒我啊！别拦着我，别拦。他应该是飞战斗机，对不对？对。但是是战斗机中的哪一种机型是吧？对。那肯定不是歼20。为什么说它不是歼20的呢？歼20的是这个颜色呀。谢谢您对歼20的赞美，证明我还没有到您心中歼20飞机飞行员的一种地步，但其实我是。歼20是那个颜色，因为我真不懂，它这个颜色。对，这个飞行服呢是一种本色，应该是一种本色。哦。其实有的深一点，有的浅一点，这才叫一个连体服。我穿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空军下发的，下发的一种春秋，这个叫夏季飞行服。就您这个不是真正您飞行的时候。我飞行也穿那样的，对。而且这个衣服里边呢，有的还带防电磁辐射的，它有很多金属丝，你把手机往这一放是没信号的，因为我们很多电子设备。不是，我就摸一下，我感受一下。哎呀，这个就是歼20的电磁防护服，防电磁辐射。对。所以现在年轻人买什么名牌啊，什么追什么时尚啊，看一看，这才叫时尚，这才叫高大上，这想穿都没机会。我洗完了拿到您房间，你穿一下。我感觉对于我们，部队歼击机飞行员来说，试飞员这个身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崇敬的。真的像首长说的，是他们把可靠、安全、一个合格的战斗机交到了我们手里啊，然后才有我们今天可以驾驶的武器。我觉得我还是要向前辈表示敬意。其实不论是试飞员也好，还是战斗机飞行员，都会遇到一些特情，这是难免的。我在刚改装歼20的时候，可还没有几个架次，就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吧。当时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了，当时抗核系统故障了，然后突然急剧冲压，就是像无数的针扎到了我的身体上，然后疼痛难以忍受，所以我当时决定是复飞，所以我加满了油门，
但是随着发动机和转速的升高，气压是增大的，所以我会更痛苦，所有的毛细血管基本上全爆掉了，浑身都是紫色的。然后指挥员是我们的陈团长，他说你加满油门，保持好状态。我当时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最后我把抗衡服的连接头给拔掉了，才能说出话来。然后我就报告了，我说遇到了一点问题，然后就正常着陆了。通过我自己经过这件事吧，就是在后边的飞行中，也不能说害怕，但是每次到那个高度的时候，我总会觉得那个片段会在我脑海里出现。我就想问您，您的试飞生涯中肯定有类似太多的场景，可能遇到比我们多得多，您是怎么调节的？2013年4月8号，我的2个战友驾驶一型新型的战斗机，执行科研试飞任务的时候，在高度12500米，速度呢是1.5倍音速，收油门关断夹力的一瞬间，突然座舱里边听到砰砰2声巨响，发动机温度急剧升高，前舱迅速将2台发动机全部关闭，它就2台，全关了。后续经过了6次空中开车，在高度7000米，重新把发动机启动成功，安全着陆。后来，我们分析它整个的处置过程，完美，这才是心理素质。真的从侧面反映出我们试飞员对待危险、对待特情这一种心理状态。所有的特殊情况，第一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就什么也不做。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往安全地方去走，你低高度你就往上走，高度就往下走，速度大你就往小里走，小了你就往大里走，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调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遗忘，我从来不往后边想，过去的事儿我永远都不记着，就以前的事儿基本上不怎么想，就是好的就是遗忘。有些特性呢是会给人造成影响的，包括一个就是战友牺牲啊，就刚才我说的嘛，说我们去验证。验证的时候呢，我跟我的战友啊，驾驶着飞机，相同的高度、相同的速度，其实地点都是一样的。回来我们俩一路一句话都没说，确实很难受，确实很难受。但是我觉得，记住好的，遗忘差的，就 OK 了。但这种遗忘不是为了回避，这种遗忘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把这条路走下去。谢谢。之前，这还有一个细节，也是当时让我内心特别震撼，就是您和您的战友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你们要反复的看这个资料，是，但是反复看资料，他们就要反复的听到当时战友牺牲的战友在机舱里的对话。每次对话到那儿，您就特别想告诉他们不要再做那个动作了，不要去，不要去，危险。对，一说起这段话来，我就很痛，非常痛，所以说我都不愿意说。我不愿意说啊，一说了以后要流眼泪，因为确实每次到那个时候，一次就砰砰，大锤子往你心脏里边打，就是哎呦那种痛啊，太痛啊，所以不愿意说。下一位，终于到我了，小撒老师好，李刚老师好，我叫江天骄，是一名通信兵。对，跟李刚老师不太一样。李刚老师主要负责在天上飞，我们主要负责在地面保障。因为我也是一个从小在部队大院飞行部队长大的，包括我父亲，他之前也是一名飞行员。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我说这是飞行员的女儿，是吧？没有错吧？是的。江天骄，我说你肯定是飞行员的女儿。飞行员很多就把自己的姑娘就有天字啊、飞呀这些字啊，这些字。我父亲他的这个职业直接影响了我人生的选择，因为他的这个职业，所以我才选择了报考空军的院校，成为一名空军人。所以我也想问问您，您认为这身军装带给您的是什么？它对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试飞啊给了我很多，确实很多啊。就是我作为一名试飞员，真的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它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人生价值。这个话可能听着有点大，好像是，但是确实让我的人生很精彩。每当你完成一项重大的试验任务，当你处置了一个重大险情，当你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这个时候你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你想一下啊，就是想当年我怎么样，想当年我怎么样，你就有非常大的成就感。我很长时间都要回想想当年，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那一时半会儿还说不上来。我说一点我的感受。我曾经有一次在北京的街头开着车的时候，突然西山那边天上很高的地方，一看就是战斗机，后面拉着长长的那个，它那个喷雾，对，白色，然后很远很高的马在飞。我当时有个特别浪漫的想法，我就在想，如果这个飞行员的女朋友此刻正在街道上，那一刻北京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这架战斗机，但是只有一个人会在心里说，那是我男朋友在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在想，就像您说的，说不出来，就那种感觉，就是哎呦，那种幸福是。您在飞的时候会想到，比如家里人或者什么，从来没有吗？没有。那时候来不及浪漫，很贵，这个飞机很贵。就是说，一个好的试飞员呐，就是说他从起飞开始到着陆，他各个阶段都布满了试飞动作，他要取数据。所以说，你没有空去想别的。谢谢李刚老师。你的父亲对你这个现在是怎么看？怎么说？我父亲于2005年已经牺牲了，所以他现在也看不到我现在这样子。他会高兴的，他在天上在看着你，没问题。我父亲是第一批改装速两栖的飞行员，我觉得。我之所以会选择这身军装，也是因为他的原因。我选择了这身军装，希望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心愿。所以现在我成为一名军人，我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一员，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即使说我现在没有像他一样能在蓝天上翱翔，但是我能够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保障我们的飞机飞行，我觉得也是我传承的一种方式。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军队或许就是这样，军队就是一代又一代军人用他们的付出、鲜血和牺牲，一代一代传承着军队的精神，尤其是我们中国军人。而所有的这些精神的背后，不仅仅只是为了打造一支军队，打造一支军队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民能够享受和平、享受安宁。所以再次向你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面对牺牲，他肯定要承受痛苦，但是还有很多要想的是什么？为什么牺牲？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试飞员永远记住3个字，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牺牲？是人的原因，还是飞机的原因，还是设计的原因？我们要搞清楚。最后，我有一个心愿吧，希望每一架成功起航的战机都能够凯旋归来。谢谢天骄，谢谢。在节目最后，我特别想问李刚老师，去年您的试飞员的生涯告一段落，转向了新的领域，但是您当时都没来得及和您心爱的战机说声告别。如果今天在这儿做一个告别仪式的话，您会对这些战机们说什么？虽然再也不能驾驶它们飞上蓝天，但我确实要踏入新的征程。我想，我这些老伙计们会遥遥地望着我，会说：“去吧，我们祝贺你，你一定会干出好成绩。”我想他会说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也许您没有机会再驾驶他们飞上蓝天，但是当他们退役的那天，当有更新的战机替代他们的时候，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到机场去迎接他们返航。好，再一次掌声感谢李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下一期开讲再见。感受非常好，就是时间太短，还没有说过瘾。所以您女儿让您来，您觉得来对了吗？来对了，我觉得很难摆脱了。我们的眼睛都很厉害，你跑到哪儿我都可以看到你，不太好摆脱。